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有点特别，是一位广州姑娘小梅远嫁到台湾的经历。这个案例特别有意思，因为涉及到了两岸婚恋文化的差异，也让我们能从一个新视角看待台湾社会。小梅是我几年前的客户，广州本地姑娘，家庭条件不错，人长得漂亮，性格开朗，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当时介绍给她认识的阿红是在广州做生意的台湾小伙，人家来大陆发展已经7、8年，事业小有成就，两人一见如故，交往没多久就定下了婚约。结婚后，阿红的生意重心转回了台湾，于是小梅就随他去了台北生活。刚开始，她每周都要和我视频，分享她在台湾的所见所闻，真的是惊呆了，太意外了，长见识了，这样的感叹词不断从她嘴里蹦出来。最让小梅震惊的就是台北的捷运系统。她说，丽姐，你是不知道，我第一次坐台北捷运，简直被惊掉下巴了。捷运站干净的都可以直接坐在地上吃饭，没有一点垃圾，没有一点异味，车厢内座位整齐，地面一尘不染，连扶手都是擦得锃亮。最神奇的是，捷运里安静的出奇，大家都不大声讲话，没人打电话，更没有人吃东西喝饭。我当时就笑了，这有啥好大惊小怪的？不就是个地铁吗？小梅马上反驳我，丽姐你不懂，这完全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地铁。台北捷运真的可以称得上世界一流，甚至可能是世界第一。说实话，我第一反应是小梅有点夸张了，但后来通过更多台湾朋友的交流以及查阅资料，我发现台北捷运确实很出色。它多次获得了全球最佳地铁系统奖项，准点率高达 99.9%， 真是让人啧舌。小梅告诉我，台湾捷运有很多规定，不能饮食，不能嚼口香糖，不能喧哗，不能占用博爱座等等，违反规定会被罚款，情节严重的甚至会被请下车。这让我不由得思考，台湾捷运如此优质，是因为台湾人天生就比较自律，还是因为规定太严格了？其实这个问题反映的是两岸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大陆这些年发展太快了，很多基础设施都是近10几20年才建起来的。我们的城市地铁虽然硬件越来越先进，但在使用习惯和公共道德方面确实还有提升空间。而台湾地区则不同，他们经济发展较早，公民教育和公共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台湾人讲求公德心，从小就被教育尊重公共空间和他人感受，加上台湾地区人口密度大，公共空间有限，更需要大家一起维护。小梅还说，台湾捷运的工作人员态度超好，站务人员会微笑鞠躬，有问题咨询时总是耐心解答，车站内标识清晰，到处都有中英双语，方便外国游客。这些细节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在婚恋方面，台湾男生和大陆男生也有不少差异。小梅的老公阿红就是典型的台湾男生，非常体贴，会分担家务，沟通方式很温和。小梅说，台湾男生普遍比较顾家，愿意参与家庭事务，他们不像一些大陆男生那样，把家务都推给女方，觉得男主外女主内是天经地义的。这种差异其实反映了两地的家庭观念不同。在台湾，婚姻更强调平等和尊重，夫妻关系更像是伙伴关系。而在大陆，虽然现在年轻人的观念已经很开放，但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在一些家庭中仍有残留。小梅刚嫁到台湾时，还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台湾，女婿见丈母娘居然不用像大陆这样提心吊胆，台湾的婆媳关系也没有电视剧里演的那么紧张。阿红的妈妈对小梅很友善，从不干涉他们小两口的生活。台湾家庭普遍尊重年轻人的隐私和决定。小梅说，长辈会给建议，但不会强制你接受，这点真的很舒服。当然，小梅也提到，台湾人在经济上比较精打细算，很注重省钱。台湾朋友聚会常常是各自买单或者 AA 制，不像大陆这样热衷于抢着买单。刚开始，小梅不太适应，觉得有点小气，但后来才明白这是台湾人的生活方式，表达的是对彼此的尊重和平等。在消费观念上，台湾人更倾向于量入为出，不会盲目攀比和消费。
即使是有钱人，也不太喜欢炫富，更欣赏朴实低调的生活态度。他们宁愿把钱花在提升生活品质上，而不是用来彰显社会地位。说到这里，我想纠正大陆一些人对台湾的误解。很多人认为台湾很穷，其实不然。台湾的人均 GDP 长期位居亚洲前列，普通人的生活品质很高。台北的房价也不比北上广深低，消费水平也不低。小梅说，台湾的整体环境其实很棒，街道干净整洁，空气质量好，食品安全有保障，医疗水平高，健保系统更是让人羡慕。在台湾，全民健保覆盖率极高，医疗费用相对低廉，就医体验也非常好。小梅有一次突发急性肠胃炎，去医院就诊，全程不到2小时就搞定了，花费还不到200元人民币。我那时候才明白什么叫便宜又好用。小梅感叹道。小梅还告诉我，台湾的食品安全标准很严格，商品标签上必须详细标明成分、产地、保质期等信息。超市里的肉类、水果、蔬菜都可以追溯到源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台湾的食品价格普遍比大陆高一些，因为从生产到销售，每一个环节都受到严格监管。丽姐，你知道台湾人多重视食安问题吗？他们宁可多花钱也要买有保障的食品。小梅说，这和大陆消费者追求便宜货的心态很不一样，这让我想起了两岸在消费观念上的差异。大陆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很多人形成了爱面子、讲排场的消费习惯，名牌包、豪车、大房子成了身份的象征，而台湾社会则更注重实用性和性价比，即使是富人也不太做表面功夫。我的一位台湾朋友曾经说过，在台湾你看不出谁是富人，因为大家穿着打扮都很普通，开豪车、戴名表的反而可能会被人觉得俗气。这种价值观差异在婚恋市场上也有体现。大陆相亲时常见的有车有房、年薪100万等硬性条件，在台湾似乎没那么重要。台湾女生更看重男生的人品、教育背景和是否尊重女性，而不是单纯的物质条件。当然，这并不是说台湾人不追求物质生活。事实上，台湾的消费水平很高，但他们的消费更理性，更注重生活品质，而非外在表现。说到生活品质，小梅告诉我一个有趣的现象，台湾人特别注重小确幸。什么是小确幸？就是生活中的小幸福、小满足。比如周末和家人去郊外踏青，或者约3、5好友喝个下午茶，又或者在家里养几盆花草，布置一个温馨的小阳台。这些看似普通的事情，却能给台湾人带来满满的幸福感。在台湾生活，节奏确实比广州慢多了。小梅说，刚开始我还不适应，觉得浪费时间，后来才发现这种慢节奏其实挺好的，让人有时间思考，有时间享受生活。台湾的工作文化也和大陆有很大不同，虽然台湾人工作也很努力，但他们更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朝9晚5是常态，加班不是美德。周末和节假日，公司不会随便找员工处理工作，这让小梅非常惊讶，因为在大陆，她习惯了随时待命，假期也要看工作邮件。台湾老板普遍比较尊重员工的私人时间和空间。小梅说，他们认为只有员工有足够的休息和个人生活，才能在工作中保持高效率。这种理念其实很值得大陆企业学习。近几年，大陆年轻人也开始反思996工作制，追求更健康的工作方式。毕竟，生活不只有工作，还有诗和远方。讲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个现象，很多台湾男生确实更懂得浪漫。小梅的老公阿红就经常给她制造小惊喜，比如突然送花、准备烛光晚餐，或者规划一次小旅行。这些看似不值钱的举动，却让小梅感到非常幸福。台湾男生懂得经营感情，知道女生需要仪式感。小梅笑着说，他们不会觉得这些是肉麻或矫情的事情。当然，两岸婚姻也面临不少挑战，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化差异和家庭观念的不同。比如，大陆女生普遍希望婚后和父母住得近一些，方便照顾，而台湾男生则更习惯自立门户，与父母保持适当距离。这点上，小梅和阿红就有过不少争执。我一开始不理解为什么阿红不想和父母同住。小梅说，在我们广州，很多年轻夫妻都和父母住在一起，或者住得很近，这样老人可以帮忙带孩子，年轻人也能照顾老人。
但阿红觉得和父母住太近会影响我们的隐私和自由。经过沟通，他们最终达成了折中方案，在台北市区买了房子，离阿红父母住的地方大约半小时车程，这样既保持了独立空间，又能经常看望老人。语言也是个问题，虽然两岸都说中文，但台湾使用的繁体字和一些地方用语对大陆人来说并不那么容易理解。小梅刚到台湾时，常常闹出笑话，比如她第一次听到卡到音、干嘛啦、北七这些台湾常用语时，完全摸不着头脑。最尴尬的是，小梅红着脸告诉我，有一次我在公公婆婆面前说这个菜真好吃，结果说成了这个菜真好刺，把台湾人常说的好刺和普通话混在一起。公婆听了哈哈大笑，我当时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不过语言障碍总是能够克服的。现在的小梅不仅能听懂台湾腔，还能说一口标准的台湾国语，甚至学会了一些闽南语，这让她更容易融入当地社会和阿红的家庭。在适应台湾生活的过程中，小梅也改变了不少习惯，比如她学会了垃圾分类。在台湾，垃圾分类非常严格，一般分为一般垃圾资源回收和厨余三大类，不按规定分类的话，清洁人员可能拒收，还可能面临罚款。刚开始我觉得特别麻烦，小梅说，但慢慢的就习惯了。现在回广州，看到有人随意丢垃圾，我反而会觉得很不舒服。台湾的垃圾处理有个特别之处，那就是垃圾不落地政策，居民需要在固定时间将垃圾送到垃圾车上，而不是随时扔进小区的垃圾桶。垃圾车来时会播放音乐，提醒居民出门倒垃圾。第一次听到垃圾车的音乐，我还以为是卖冰淇淋的。小梅笑着回忆道，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收垃圾的。这种方式虽然有点不便，但确实让城市更干净了。小梅还适应了台湾的路权文化，在台湾，行人拥有绝对路权，车辆必须让行人，否则会受到严厉处罚。这和大陆很多城市车强人弱的交通现状形成鲜明对比。刚到台北时，我过马路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车撞到。小梅说，后来发现根本不用担心，因为所有车辆都会主动停下来等行人通过，这让我感到非常安心和被尊重。台湾的便利店也给小梅留下了深刻印象，台湾的便利店简直就是生活中心。她说，不仅可以买东西，还能缴水电费、买车票、收发包裹、打印复印，甚至处理简单的银行业务。在台湾，便利店密度极高，几乎走几分钟就能看到一家。最有名的是7到11和全家，他们不仅提供多元化服务，还会根据季节和节日推出特色商品，比如春天有赏樱便当，夏天有消暑饮品，冬天有关东煮等。这些小细节都体现了台湾服务业的用心。最神奇的是台湾的茶饮文化，小梅告诉我，珍珠奶茶只是冰山一角。台湾的手摇饮料店种类繁多，从传统的青草茶到创新的水果茶，从经典的乌龙茶到时尚的气泡饮，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小梅说，她刚到台湾时，被饮料店菜单上的微糖、半糖、少冰、去冰等选项搞得一头雾水。后来才知道，台湾人喝饮料非常讲究个人喜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整糖分和冰量。这种客制化服务理念也是台湾服务业的一大特色。谈到台湾的美食，小梅竟然说比不上广州。台湾的小吃很有特色，夜市文化也很棒，但要说精致的餐厅和多元的菜系，广州确实更胜一筹。小梅坦言，不过台湾的平价美食确实很多，普通工薪族也能吃到品质不错的料理。台湾最让小梅念念不忘的是士林夜市、逢甲夜市这样的美食天堂，各种小吃应有尽有，价格亲民，氛围热闹，大肠包小肠、盐酥鸡、卤肉饭、蚵仔煎、珍珠奶茶等台湾特色小吃都是她的最爱。夜市不仅有吃的，还有卖衣服、饰品、生活用品的摊位，甚至还有游戏摊位。小梅说，逛夜市已经成了我和阿红周末的固定活动。说到衣食住行，住房问题也是两岸年轻人共同面临的挑战。小梅告诉我，台北的房价并不比广州低，甚至在某些热门区域还要更贵。台北市中心的房价动辄60-70万新台币一平，普通年轻人根本买不起。不过，台湾的住房贷款政策相对宽松，首付比例低，
贷款年限长，这让年轻人的购房压力小了不少。小梅和阿红买的房子是30年贷款，首付只付了20%，如果在广州，首付至少要30%，贷款年限也没这么长。小梅说，有趣的是，台湾人买房特别看重风水，这点和大陆很像。朝向要好，不能对到厕所门，不能靠近庙宇或医院等讲究，都是台湾人选房子的重要考量。阿红的妈妈还专门请了个风水师来看我们的新房。小梅笑着说，结果那位风水师说，我们家财位在西北角，建议放个招财猫。我虽然不太信这个，但还是照做了，毕竟入乡随俗嘛。在台湾，不少家庭都会供奉妈祖、关公等神明，每逢初一、15还会上香祭拜。小梅刚开始不习惯，觉得麻烦，但久而久之也就接受了这种习俗。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家庭和睦的一种方式。小梅说，台湾人的宗教信仰确实比大陆更普遍和多元，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各种宗教在台湾和平共存。小梅说，阿红全家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每逢重要节日都会去寺庙祭拜。她虽然没有皈依佛教，但也会陪同前往，表示尊重。丽姐，你知道吗？台湾人特别重视缘分这个概念。小梅告诉我，他们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都是前世注定的。我和阿红能在异国相遇相爱，也被视为前世修来的福气。这种对缘分的重视也体现在台湾的婚恋观念中。相比大陆门当户对、条件匹配的现实考量，台湾人似乎更相信心灵契合和感觉对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台湾人不考虑现实条件，只是他们更愿意给感情一些浪漫的解释。跨海婚姻确实不容易，小梅也经历过不少困难和挑战。最大的问题是身份认同的困惑，有时候我会感到很矛盾。小梅坦言，我是广州人，但又生活在台湾。我热爱家乡，但也喜欢现在的生活。这种不上不下的感觉，有时候会让我很迷茫，特别是在一些政治敏感话题上，小梅常常感到左右为难。我不想参与政治讨论，但有时候身边的人会问一些敏感问题，让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小梅说，好在阿红很理解我的处境，总是会帮我解围。在子女教育问题上，两岸夫妻也常有不同看法。大陆父母倾向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孩子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而台湾父母则更强调孩子的全面发展和快乐成长。阿红说，她将来不会给孩子太大学习压力，更看重孩子的兴趣培养和人格塑造。小梅说，而我则希望孩子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将来有竞争力。这点上我们还在磨合中。说到教育，我不得不提一下台湾的教育制度。台湾实行9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强调多元智能和适性发展，学生有更多自主选择权，课程设置也更加灵活多样。相比大陆一考定终身的应试教育，台湾的教育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当然，台湾教育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部分私立学校收费昂贵，增加了家庭负担；部分科目的教学深度不如大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也比较突出。如果将来有了孩子，我希望他们能够融合两地教育的优点。小梅说，既有大陆教育的扎实基础，又有台湾教育的创新思维。小梅和阿红的故事让我深思，两岸婚姻到底有没有标准答案？我认为没有，每对夫妻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找到最适合双方的相处模式。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我想给考虑跨海婚姻的朋友们一些建议。首先，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非常重要。两岸虽然同文同种，但几十年的分隔发展已经形成了不少差异。婚前多了解、多沟通，可以避免婚后的诸多冲突。其次，尊重彼此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不要试图改变对方，而是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地带。正如小梅所说，与其纠结谁对谁错，不如想想如何互相包容。第三，处理好与双方家庭的关系。两岸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庭的融合。多与双方父母沟通，让他们了解并接受不同的文化和习惯，对婚姻的稳定至关重要。第四，做好长期分居的心理准备。由于签证、工作等原因，很多两岸夫妻不得不长期两地分居，这需要双方有足够的信任和耐心。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爱情需要经营，无论是同乡婚姻还是跨海婚姻，都需要双方用心经营，才能长久稳定。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台湾捷运真的世界第一吗？台湾人太自律，还是规定太严格？经过深入了解，我认为台湾捷运确实很出色，但说是世界第一可能有些夸张。它的成功既有台湾人自律守规的因素，也有严格管理的功劳，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小梅在台湾的经历告诉我们，两岸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是鸿沟，而是可以通过理解和沟通来跨越的。就像小梅说的，我既能享受台湾的慢生活，也能保留广州人的热情奔放，这不是冲突，而是互补。希望小梅和阿红的故事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和思考，也希望所有跨海婚姻的朋友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之道。好啦，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如果你们有什么婚恋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选择有代表性的问题在以后的节目中解答。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哦。